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鸡蛋价格终于下跌了。Bloomberg， 上个月，美国鸡蛋价格下跌 6.7%， 这是继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禽流感爆发之后5个月来的首次下跌。柳丁和培根的价格也下降了，导致美国人的早餐更便宜。尽管有这个积极的消息，但美国其他食品的成本仍在继续上涨，食品 CPI 指数上升 0.4%， 而上个月为 0.5%， 导致美国经济通胀上升。成本上升也对该国的粮食援助计划产生了影响，因为国会共和党人正在寻求减少对此类计划的参与。美国需要对抗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DW， 由于安全影响，中国作为伊朗和沙烏地阿拉伯之间和平的中间人的角色，可能会使该国对美国参与该地区的活动构成威胁。尽管中国因举行和谈而获得赞誉，但此举也可能揭示中国自身在地缘政治领域的局限性。一位研究北京外交政策的专家指出，中国以前不接受中东地区冲突的想法的原因，称该地区在紧张局势和复杂利益中航行是危险的。由于中国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海湾地区，因此卷入阿拉伯政治可能是一个不稳定的立场，但与此同时，它是其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至关重要的重要领土。一段时间以来，沙烏地阿拉伯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仅在2021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就高达870亿美元。德黑兰约 30% 的对外贸易依赖中国。据说中国承诺在未来25年内在伊朗投资多达4000亿美元。尽管如此，一些安全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在该地区保持活跃，以对抗中国。欧洲预计2022年武器进口大幅上升，趋势将继续。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CIPRI 的一项新研究，在俄罗斯最近的入侵之后，对乌克兰的武器出口飙升，使其成为第3大武器目的地，领先于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传统主要买家。向乌克兰运送的主要是从库存中取出的武器。CIPRI 表示，其中包括来自美国的230门火炮、280辆波兰装甲车和7000多枚英国反坦克导弹以及防空系统。根据 CIPRI 的数据，仅乌克兰就占向欧洲转让武器的 31%， 占世界整体交付量的 8%。乌克兰进口的激增加速了已经上升的趋势，因为鉴于2014年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后与莫斯科的紧张局势加剧，欧洲国家已经开始重新武装。在过去5年 ,2018 至2022年中，欧洲进口与前5年相比增长了 47%。在此期间，世界转移率下降了 5%。据 CIPRI 称，虽然中国继续在军事上投入巨资，但它越来越多地在当地生产武器。报告称，武器转让的主要目的地是卡达 10%、印度 9% 和乌克兰 8%， 其次是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各占 7% 和巴基斯坦 5%。美国和法国在军火市场的份额大幅增加，而其他3个国家的份额则下降。德国的军事升级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完成。Financial Times 根据一份新的报告，如果德国继续以目前的速度进行，德国的武装部队升级将需要50年才能实现。虽然德国已经为该专案拨款了大量资金，到目前为止约为300亿欧元，但采购方面存在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德国为该项目设立的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尚未获得1分钱。德国政府最近表示，已经合同承诺了300亿欧元，但一旦货物进来，我们就可以支付。这导致该报告的作者建议将特别基金增加2倍，达到3000亿欧元。此外，还需要其他巨额资金来补充耗尽的弹药库存，这意味着国防升级采购系统可能对欧洲国家特别重要。与尚未选定的供应商签订的数十亿美元的合同正在争夺中，因为开发泛欧多用途战斗机的项目越来越接近最后期限。德国空中客车公司是监督未来作战空中系统 FCAS 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但它将与国防合同领域的一些主要竞争对手签订合同，包括贝系统公司和英国的莱昂纳多、瑞典的萨博和法国的泰雷兹。在任何英国退欧协议之后，德国将成为促进欧洲防务团结的日益重要的参与者，这
这一因素加强了那些试图推动法国制造的达索成为 FCAS 合作一部分的人的力量。军方和文职官员表示，尽管采购方面一直存在困难，但他们仍然充分投资于该专案。美国环保署将限制饮用水中的有毒永久化学物质。AP 美联社，美国环境保护署提议限制饮用水中有害的永久化学物质。与一系列健康问题，包括低出生体重婴儿和肾癌相关的有毒全氟和多氟物质 PFAS 将首次受到监管。美国环保署表示，饮用水是人们接触 PFAS 的重要来源。法规将 PFAS 限制在1/4，这是可以可靠测量的最低水准。对于2种常见类型的化合物，将减少数百万人的暴露。自1940年代以来，这些化学品一直用于消费品和工业，包括不粘锅、食品包装和消防泡沫。白宫赞扬沙特与波音的交易，称它将支持美国的就业机会。Reuters， 据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航空公司、沙烏地阿拉伯航空公司和 Flydio 已与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签署了价值超过230亿美元的协议，购买73架飞机。沙烏地阿拉伯同意购买63架飞机，包括空中客车 A321neo 飞机以及波音777、312和787梦想飞机。Flydio 订购了737 MAX 飞机。沙烏地阿拉伯投资部长哈利德·法利赫 Khalid Al-Falih 表示，这些协定将使沙烏地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更上一层楼，并强调沙烏地阿拉伯的2030年愿景战略，使王国的经济现代化远离石油。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 Gina Raimondo 补充说，这些交易将支持美国38个州的300多家波音供应商的14万个工作岗位。长期任职的柬埔寨领导人洪森暗示退休。AP 美联社，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他可能会在下个月大选后下台。现年70岁的洪森已经执政38年，尽管承诺将任职至2028年，但他暗示他的职位将由他的长子洪马奈填补。年轻的匈奴是军队的指挥官，并担任其他重要的安全职位。洪森承诺支援他，但表示他的儿子必须当选。看守领袖被广泛认为是一个狡猾的，有时是无情的政治操作者。去年，柬埔寨的反对派运动因柬埔寨救国党的解散而受到限制，该党被指控密谋非法推翻政府。法院被认为有利于柬埔寨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新政府将在7月大选后成立，洪森曾预测他将在9月成立。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将取代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应该更好地交给他们，只是留在他们身后，他说。欧盟在能源危机后评估新的电力计划。AP 美联社，欧洲联盟欧盟正在对其电力市场进行改革，以排挤在电力生产中使用天然气，以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实施，并保护使用者免受突然价格上涨的影响。此举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采取的。乌克兰导致价格飙升，并导致27国集团中的一些人陷入贫困。欧盟正在制定一整套措施，以减轻能源危机的影响。计划将在变成法律之前由欧盟议会和成员国进行评估。欧盟能源专员卡德里·西姆森 （Kadri Simpson） 称，能源改革是其最大的挑战。他表示，作为世界第2大电力市场，欧盟的重点是改善公民的生活，同时确保欧盟在一个日益不稳定的世界中独立和稳定。欧盟已经为自己设定了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和的目标，但西姆森质疑目前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能否足够快地加快，使欧盟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为了实现欧盟的目标，全年都需要有过剩的可再生能源。欧盟正在努力制定能源一揽子计划。英国召回含有氟可定的咳嗽药对健康风险的影响。Bloomberg， 英国药品监管机构药品和保健产品监管局已下令召回含有林可定的感冒和咳嗽药物。此前测试显示，患者在麻醉剂暴露期间面临更高的罕见过敏反应风险。Focodin 是一种用于抑制咳嗽症状的阿片类药物。据悉，该医疗集团和另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司已将召回的药物出售给英国各地的各种零售商。荷兰法院判定男子未经同意摘取避孕套罪名成立。AP 美联社，在荷兰，一名男子因未经伴侣同意取下避孕套而被定罪。该男子没有被判犯有强奸罪，
因为发现性行为是双方同意的，但法院裁定他强迫受害者容忍与他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并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近年来，隐身的概念一直是其他国家试验的主题。2018年，一名员警在时偷偷取下避孕套后，在德国被判犯有性侵犯罪。今年早些时候，加州立法者通过修改民法典，允许受害者向罪犯寻求损害赔偿，使该州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偷窃的州。世界简报正在测试，这是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